现在我们来讲第一个点，虚灵顶劲。虚灵顶劲我们经常听，但是它是什么呢？又怎么样去做到呢？首先虚灵领的是我们什么点？领的是我们的百会穴的位置往上领，也就是一个上轻下沉的一个感觉。那么说我们头顶去领力，怎么样感受百会穴去领力呢？那就是说用我们的手去拿百会穴的一撮头发，现在呢轻轻的往上拉，好，感受到我这个头顶被领起来的这个力了吗？这就是虚领的一个劲。那么说虚领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大家一虚领头开始往后仰了，那还是没有力到我们最正中的那个点。所以说现在需要下颌微收，然后头往上领，这是一个虚灵顶劲的一个感觉。那之前我有跟我的学员交流过，他跟我说老师，我们虚灵顶劲可不可以想成是一个装满水的碗盛在了我们百会穴的位置，我这样往上去领呢？其实我一开始也觉着顶水在碗在我们百会穴的位置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新手容易去误解。为什么呢？大家想一下，顶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怕它掉下来，那我们只有去支撑，那支撑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脖子我们的颈椎自然就僵了不敢动了，光想着我们去顶劲了，我们的上身自然就僵住了。那我们怎么做到后面的沉肩坠肘呢？也就是说现在想象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们拿一个麻绳吊住了我们的这整个头部，那头部以下全部往下松，只有头部是往上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放松的，只有头部是往上撑的一个劲再配合上我们的下颌微收，这就是一个虚灵顶劲的感觉。那么虚灵顶劲呢，还要配合上立身中正。第二点，立身中正，那这个词呢是太极拳常常出现的词，也是我们太极拳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其中之一。那立身中正是什么呢？有的人以为中正只是板直我们的身体，那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板直了之后，我们的上半身都僵了。大家看，我板直了之后，我的气也是顶在我的胸前的。那么说，怎么样才能做到立身中正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中正的地方是哪儿。中正呢不是我们的身躯，而是我们的脊柱成一条直线。大家可以想象成脊柱是一个衣服撑，那我们的皮毛想象成是一坨肥肉，那肥肉挂在了衣服撑上，是不是我们的骨头是直的，但是我们的皮肉是松的？因为我们的皮肉是往下坠的感觉，我们完全不受气和骨头内在的东西去影响，我们把它松下来，想象一个衣服架去撑着肉的感觉。我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立身中正呢？为什么脊柱这儿要直起来？是因为脊柱直了，也是保护我们的脊背还有腰椎。那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像很多在役运动员他们蹲杠铃的时候，为什么教练不说你把背挺起来，把身体立起来，而是说你把腰直起来，把脊柱立起来？就是因为立住了我们的脊柱，我们整个身体也就直起来了。我们下蹲的时候才能防止我们的脊柱、我们的腰肌不受伤。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行拳过程中做到立身中正的一个感觉。立身中正呢，我们的脊背为轴，脊柱为轴心，所以说带动所有的动作都是以腰胯旋转、脊柱的旋转为轴心去转动的我们每一个动作。所以说立身中正一定要掌握好，并不是说让我们板起来，板起来还是松不下来。还有一个讲一个太极拳的例子，像吴式太极拳大家都听说过，吴式太极拳是什么？御斜中正，做一个搂膝腰部。大家说那为什么吴式太极拳不用立身中正呀？为什么是往前趴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往前趴的时候，我的脊柱是立起来的，我并没有说它把它弓起来，而是起到了一个御斜中正的一个原理，也就是我们的立身中正。所以说中正的点是脊柱
而不是我们整个上半身，这就是立身中正。现在来讲松肩坠肘。那什么是松肩坠肘呢？那我们怎么样又能去做好松肩坠肘？首先，我们只有松了才能往下沉。而在这里呢，我为什么不说沉肩坠肘？那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光想去沉的力量可能自然的往下使劲的去这个沉肩，就会自然的僵掉。那么我说了，还是要以先松为主，所以说我们先松肩，然后才有坠肘。那我们怎么去感受松肩坠肘的一个状态？因为有很多人他就说，老师我怎么样我也做不到松肩做不到垂肘，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辅助练习。我们呢先往上耸肩，好，提起耸肩，然后现在呼气下沉，而下沉的这一个重力我们本身我们的地球就有地心引力，所以说我们在下沉的那一瞬间也是松了的那一下。所以说我们可以多练习几次，找一个下沉的一个感觉，就这么一瞬间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练习几次，多找一些松肩下沉，好，这个感觉自然而然的我们再加上呼吸的配合，就自然能做到一个松肩的状态。那再说坠肘，首先呢，坠肘就是肘尖必须要朝下，那这才叫坠肘。那肘尖如果朝左或朝右，也不叫松肩坠肘了。那么说坠肘怎么样去感受到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案例。首先我们去超市买了一包东西，那这一包东西呢非常的沉，我们用手拎的话是拎不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购物袋放在了我们的肘关节上。那肘关节，如果你这样去架肘的话，是不是感觉你整个肩膀都在用力，然后感觉手臂支撑不住，我感觉好累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沉肩坠肘，把购物袋收回到我们的肋前，这样夹着呢，我们是不是就能感受到一个非常轻松，然后不费力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沉肩坠肘了之后，也就能化力。那我们太极拳讲究说接化发，那我们化的这个力就是松肩垂肘的这个力量。那么我们松下来沉下来，自然就能够达到我们在套路中呼吸自然，气沉丹田。那么说我们坠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动作，我们野马分鬃的抱球是坠肘，我们懒扎一出去也是坠肘。那坠肘沉肩有什么用呢？其实也起到一个保护我们肋骨的作用。我们在实战击击中看有些拳击运动员或散打运动员，为什么他们的手要夹在这个肋下？那这也是松肩坠肘的一个状态。那么说它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肋骨，所以说松肩坠肘非常重要。我们按照我说的这个感觉，我们在行拳的过程中去感受我们去练习好这个松肩坠肘的一个感觉。好，第4点，呼吸自然。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呼吸自然呢？行拳前我们第1点要做到的就是呼吸自然。虽然我把呼吸自然放在了第4点讲，但是我们练拳中第1点要做到的就是先学会呼吸自然。因为沉肩坠肘、虚顶顶劲、立身中正的前提下，我们首先要放松，要学会呼吸自然，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松下来、沉下来。那什么是呼吸自然呢？自然的这个感觉，也就是说，我们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在我们情绪稳定、没有情绪的干扰的状态下，我们呈现出来一个很自然、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脑子里放空一切，什么都不需要再想。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最舒服、最安心的一个状态。那达到这个状态，开始去练拳，我们松肩沉肘虚顶顶劲气沉丹田，这些都能轻松的练到位。所以说，行拳第1点就是要做到呼吸自然。
第5点，圆裆开胯。圆裆开胯呢，也叫松腰落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圆裆开胯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行拳过程中，我们首先也是必须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松胯、开裆。那怎么样做好圆裆开胯？首先，我们就以马步为例说这个动作。那我们大腿内侧感受有一个往外撑开的力，因为我们撑开了，没有棱角了，才叫圆裆，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撑开膝盖，没有对应脚尖，我们顶胯了，那你看我现在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的状态，这也就是有棱角的状态，这不叫圆裆。那圆裆开胯，圆裆开胯，圆了裆，自然胯就打开了。那圆裆开胯还不代表一定就会放松下来，所以说为什么要讲松胯的问题？圆裆开胯只是一个形态。那我们在转换的过程中呢，练拳的过程中，我们有左塌胯，右松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松下来，因为我们如果僵着的，我们转动身体，大家看我的胯并没有松下来啊，并没有塌胯转腰。所以说我们在做圆裆开胯的基础上，把动作做对了，首先还是要有一点，就是松下来，这就是圆裆开胯。那圆裆开胯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不管是马步还是弓步，那先从马步说起，我们的脚尖和膝盖一定是一条垂直线对应到45度方向，因为只有把它撑开了，把脚尖和膝盖对直了，才叫一个圆裆的感觉。我刚刚说的内扣，这样会伤害到我们的膝盖，所以说圆裆开胯保护了我们的膝关节，有利于我们整个气血的运行，达到一个节节贯穿的一个状态。那我刚刚说到了大腿内侧往外撑开的一个感觉，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小案例，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上半身有捧劲，我们下半身亦是有捧劲，所以说我们圆裆开胯的同时，如果有人找不好这个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当前有一个大圆球啊，这是一个大捧劲，所以说这个圆我们不管怎么转，它卡在我们的当前，我们始终不能把它夹扁。所以说我们在转身转腰的过程中，也没有说我们去夹脚或者是没有圆裆开胯，因为我们当前就有一个圆球，感受这个圆球撑在了我们大腿内侧，形成了一个下盘的捧劲。那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做眼手红锤的时候，如果不松胯，我们气就没办法沉到我们的下盘动作，那我们发力出去的时候也不会有这种松活，包括我发出去的这种弹抖劲。那很多我的学员就会问老师，你发出去为什么这个劲会抖这么多下？我说老师不是故意去抖的，而是这是从腰胯间产生的一种太极拳的弹抖劲。所以说圆裆开胯做好这些点，首先也还是要先松下来，那前提是我们规则要做对。好，每次练拳前也都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圆裆，有没有开胯。现在来讲虚实分明，那虚实分明在太极拳中有很少的老师会讲到这一点，但是呢，虚实分明很重要。虚实分明呢练好，能提高我们的下盘稳定性，那我们的重心也更加的平稳。那怎么样做到虚实转换虚实分明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做一个虚步的动作，大家看什么是虚，什么是实。我们的后腿支撑腿都是实，那我们前腿都是虚。不管我们有3-7分还是4-6分，我们重心在后腿的那个腿一定是实，那前腿就一定是虚。像我们太极图一样，黑的就是实，白的就是虚，它像一个阴阳鱼一样来回转换，生生不息。那再比如说我们的马步，怎么样做好虚实转换？我们做蚕丝的时候，大家看我收回来，这就是一个虚实的转换。
转换到哪儿了？从我的右腿转换到了我的左腿，再从我的左腿转换到了我的右腿。再拿杨氏的步子举例子。好，我们弓步，我们现在降低重心后坐，现在我的虚实在转换。好，现在成实变虚虚虚。好，我的后腿成了实。现在我弓步，我后腿是实，开始慢慢变成了虚，成了我前腿是实。所以说，练好虚实转换，掌握好虚实分明，我们的动作呈现的风格绝对跟别人打出来的不一样，能使我们的下盘更加的稳定啊，更加的漂亮啊。有很多拳友，他在这个打拳的时候，他又觉得重心不稳，有的时候一起啊好像要倒了。那么说虚实转换练好了，也是为了不让我们的上下起伏太严重。太极拳最忌讳上下起伏严重，除非是一些像这个瀑布的动作，我们下去啊再起来，这是没有办法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起伏。我说的那个起伏是，比如说我们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这里起高了，好，这里又下去了啊，忽高忽低，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起伏。那么说练好虚实的转换，练好重心的移动，我们感受到重心该往哪儿移啊，该往左移，该往右移。这个时候呢，我们掌握了虚实的转换，我们上步子就不会再有上下起伏。所以说，掌握好虚实分明非常重要。好，最后一点，我们讲气沉丹田。气沉丹田呢，是很多人都去问又很注重的一个问题。大家很想知道什么是气沉丹田，那丹田又在何处？其实对于我们太极拳来讲，我们在练习拳的过程中，我们最能感受到丹田在什么部位，其实是我们这个小腹这一块。那因为大家也知道，丹田分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那上丹田呢，在于脑部的泥丸宫；那中丹田在于膻中穴的位置，下丹田也就是脐下1寸3分。那么说，我们在练拳的时候，虚灵顶劲就是一点。那我们中盘的运转，像立身中正啊、旋腰转胯啊，这些都能体会到我们中丹田的一个运转。那下丹田呢，其实是最好感受的一个。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大家不要太执着于我要怎么样去感受气沉丹田，怎么样去做到呀？就是我前面说的所有的那些点，像立身中正、虚灵顶劲、自然呼吸、沉腰落胯、松肩坠肘，只要把我前面说的那些点全部的做好了，自然就能气沉丹田。但如果我们做不到前面的那些点，直接上来就开始长啊，我要怎么样气沉丹田啊？我气沉丹田找好了，我就能练出好的拳，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不是说气沉丹田练好了，我们再去练太极拳就能练好，而是我们先练好太极拳的规则，才能够掌握气沉丹田。因为气是我们太极拳最高的境界，太极拳练的是劲力，气呢是与意的配合才能显现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做好前面的所有那些重要的点，那我们在行拳过程中，自然就能感受到气沉丹田的感觉。再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例子，我们后面学习会学到，这个动作叫做单边。那单边其实有3个点支撑的我们往上领。什么点？一个是勾手的手腕是一个点，右手的中指是一个点。那这是2个点，还有什么点？还有就是我百会穴虚灵顶劲的这个点。我们这3个点全部往上领，那其他的部位全部松沉。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下。好，大家看我的头在领力，我的2个点也在领力，但其他部位全部往下松沉，落到我的胯前。那这个时候自然就是我丹田聚气的一个感受。再比如说我练发力的时候，怎么样感受气沉丹田？我们在发力的时候聚回来的这个劲，那怎么聚回来？还是说了，我们必须要松肩沉肘，做好那些部位。好，聚回来的力发出去，那
后背、四肢这些弹抖劲，都来自于我丹田的力量。只有丹田鼓荡出去，我的这些劲力才会如此发得好。那么说气沉丹田，就是说在我们练完前面所有的点，掌握好所有的点，我们才能够练出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气沉丹田。所以说练拳前，先不要去想我怎么呼吸，怎么走气体的运转，而是要先学会放松，走好太极拳的劲力，再去找最高境界的气体，那这就是气沉丹田。